好，今天公布军公教年终奖金，2月6号入账，明天就入账了哦。如果你考绩甲等，你可以领2个半月；考绩乙等可以领2个月；考绩丙等可以领1个半月，丙等都可以领1个半月哈。那不受预算考官影响，我们早就节目讲过很多，我们的预算法是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是联邦什么国家公园可以停啊，什么航管人员都停了什么，我们不可能的。去年通过预算，今年照用，只是新增的预算，新增加的预算哦，你只能在这部分这个先不通过，其他过去该通过的3兆你照样通过不误。尤其薪水不能少，该给人家的钱还是要给人家哦。所以呢，年终如期发放。所以林佩祥国民党书记长就说：“你原来不是造谣吗？说没有年终奖金呢？那现在不是拿年终奖金吗？”赖清德呼吁在野党总预算赶快完成，国防特别条例赶快来审哦，不要拖哦。而且呢，你两岸合作先办好正事哦。你这个两岸合作这个比较不重要，正事比较重要，正事就通过预算。那另外呢，卓荣泰希望年前能够沟通预算。蓝白说你先加薪，军警消哦，该加的就加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因为行政院迟迟没有编退休俸的薪资预算，所以警消要提行政诉讼，说赖账就赖清德了啊，赖账啊。那他们有上百名警消向在法院高喊政府退钱，政府赖账啊。然后呢，向这个法院提出控告哈。那另外呢，这是史上最大的民告官哦，所以呢，民众党提出超过1000名退休警校的团体诉讼哦。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有说呢，古立言介入台湾内政太深，所以 AIT 说尊重台湾政治程序。老美是很怕骂的，因为以前都没有人敢骂他。哦，你今天骂他，你看他在不在乎？就像美国参众议员说啊，你立法院应该通过。如果你在华盛顿邮报去登个广告，把这3个参议员的背景拿出来，捐给他们的政治献金是谁？什么波音啊、雷神啊，哦，他们就是这些军工团体的这个代表。你在报上登个广告，你看他怕不怕？他气归气，看他怕不怕？好，那么行政院说，我不懂啊，黄国昌批古立言，行政院回什么话呢？是 AIT 讲话才对。我常常觉得他们在搞什么？行政院说对不专业的指控感到遗憾，好像是 AIT 说感到遗憾 ，AIT 还讲说尊重台湾的政治程序。行政院说黄国昌你怎么骂古立言呢？这我都觉得这有点时空倒置，是什么世界啊？看一下，护警消尊严，赖清德还钱。退休警消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要总统还钱。赖清德出来面对。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总统，你如果连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都敢带头践踏，你当什么总统？蓝白去年修法帮退警消加退休金，行政院至今1毛钱都没有编，和76名军公教2月6号能领到年终成了2样情，最高还可领到2.5个月。但蓝白批评执政党恶意带风向，声称卡总预算会影响军公教权益。从去年到今年，民主进步党政府正事不干，一天到晚在国内散播假讯息，制造台湾彼此之间的对立跟冲突。因为公务员年终属于经常性支出，本来就不会受到总预算审查影响，而且即便总预算没审，赖政府可动支的经费仍然高达90%。他们不审查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那当然包括公务人员薪水，只能照去年的预算编列方式来进行。不要只是关心公教人员的年薪，要关心我们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台湾政府有不关门机制保底，总预算的僵局只会继续拉锯。我觉得这个年终的部分哦，基本上我作为民进党党员，其实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总预算不过，然后这个年终会有影响，因为其实这个是例行性的一个预算，而且它是经常性的，这样的经常性支出本来每一年预算就是会如实的这样子编列。那现在当然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不断卡关哦，我个人还是认为啦，如果说蓝白认为这个军警相关的一个加薪应该要实质讨论的话。
那你就把预算让它可以复委啊，进到委员会里面，你要怎么去建议，你要怎么去讲，其实你都可以在委员会里面好好的把你的立场、把你的这个说法全部表示清楚。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相关部会的首长他回答的不如你意，甚至于他回答，你可以在这个质询台上直接把他扣掉。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民来讲也会认为蓝白真的是很有战力。但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整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是连复委都没办法复委，就直接被卡在这边，所以会变成说，当今天中央政府的这些官员他想要来回答，想要告诉这些蓝白立委为什么现在没办法这样编列相关的这个理由要讲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大家去讲，所以就变成整个预算卡在那边。那预算卡在那边，导致很多新兴的相关的这一些项目就变成都全部都被卡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蓝白今天还是认为说军警的部分真的要讨论，我建议就真的赶快复委，好好的去讨论吧。来自于民主能够呼吸最重要的氧气叫做妥协。那我们看到赖政府上任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让台湾的民主呼吸，从来没有想让在野跟朝野之间能够好好的沟通。刚刚宇翔说，如果蓝白在乎这个军人的加薪的话，应该要进入复委但不要忘记了，这一次为什么不迟迟的没有办法审预算，是因为赖政府面对3读通过的这个法案是完全置之不理。那每一次我们看到赖政府所谓的赖账或是赖皮的时候，就不附属，就要这个违法召开宪法法庭，然后呢，大家生气了，不开心了，又说那不然你倒阁啊。每次都是这样子赖皮，每一次都是这样不负责任。那我想请问，为什么每一次你们的不负责、你们的违宪乱政都要赖在蓝白身上呢？那不要讲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总预算的事情其实前几年的总预算大家也都看到了，民进党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当时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到民进党说这个蓝白山预算国家这个要灭亡了，说这个租屋族的补助领不到了，说这个年轻家庭的这个育儿补助领不到了。我想请问，114年已经过完了，那当时他们喊的这一些有领不到吗？有不能动弹吗？国家有灭亡了吗？所以这样子的造谣再起这是说到了军公教的年终奖金，我们更可悲的看到他针对特定的族群想要来去挑拨，想要来去造谣，还是一样的戏码，一样的放羊的孩子，持续想要透过审预算跟立法院的攻防来去刺激所谓他们的支持度，或者是抗中保台的一张起手式我们看到这样真的很悲哀那最后呢，这种类型的芒果干都是一样的，包含当时讲到的补发现金1万块钱，立法委员民进党立法委员说哇，这个是国民党要亲中卖台的先穷台再统一的手法，结果现在变成了赖政府唯一的政绩。民进党立法委员还跟着一起来要来帮忙补发现金1万块钱，所以我们国民党必须要拿出战斗力，面对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拿出这行动力，拿出战斗力，告诉大家我们就是站在民众这边的，好好的审预算。我觉得基本上跟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我就不管说在讲到什么9·2共识就等于统一，9·2共识就等于1国2制，然后的话呢，讲到两岸之间的和平的话呢，你就觉得说台湾就一昧的亲中，我觉得都一样。我觉得民进党的说法基本上就是鬼打墙。就有关于预算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已经讲了多久了？有没有1个月、2个月的时间了？如果大家真的黑羊白羊过桥过不了桥，请各退一步的时候，今天在野党不是没有各退一步啊。今天的话，国防预算不是已经特别预算也已经付为了一个民众党的版本4000亿，不是吗？然后的话呢，总预算当中也说这个718亿，这个跟这个民生有关的 TPS 等等的也要过了，那不是这个样子吗？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关心预算的话，那你就先从大家局部性的，大家各自妥协预算先开始审起，不是吗？那为什么连这部分也不愿意呢？所以这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嘛，就像是我们今天在讨论国际之间，今天赖清德动不动呢就拿这个话题去呛说，所以所以的话呢，这个郑丽文这个国民党在郑丽文带队底下要第2次的西进所以我们要做一次选择，难不成我们这个就要这样的走了吗？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做选择。问题是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嘛？就像是我们在讲说呢，跟中国跟美国，你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嘛？我们不能够不选吗？我们就说今天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大家都说川普说中国不是唯一的解答，那很简单，美国也不是唯一的解答。所以当然两个都不是唯一的解答，所以你可不可以复选题？我们可以复选吧。
因为今天不是是非题了嘛？今天呢，在民主的阵营当中，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对跟错的是非题，你不是绝对的对的时候。那你不能逼他一定要做选择，那做复选题可不可以？就同样的，在两岸之间，我们选中国、选美国可不可以？那同样在预算当中，你是不是一定要逼着人家选一个？你一定要零和游戏吗？我们没有办法全有全无，那不能够从中间开始吗？4000亿的预算，这个特别预算不能够先给吗？所以你的鼓励言，坦白讲，他凭什么呢？我就说，其实你去看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敢在他的驻地国对那个国家的政治指手画脚的。不受欢迎人物，你马上请回去。古立言有这个样子吗？就我们不但对古立言没有做任何的谴责，还说哦说得对。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你像美国的第51州。不过没有51州了，51州是加拿大，52州是格陵兰，我们是53州啦，我们排到很后面去了。我的意思说，这太夸张了。就说今天古立言，今天黄国昌批评，我觉得他算是客气的了。你确实是，而且你不止讲一次，我觉得讲了那么多次之后的话呢，你这黄国昌才出来呛，然后我们的卓荣泰还出来帮他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就讲到最后，你就说到底我们的国家在鬼打墙打什么墙？所以刚才这个赵先生讲到说那个民调。你真的听了以后，我也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民调，非常匪夷所思啊。那你完全可以理解嘛，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就卡在政治啊，不是吗？我们台湾所有的事情，刚刚志宇特别提了那么多的民生法案，我今天看到媒体报道说。因为昨天2月4号，你说今天是什么？核武这个美俄可能各自开放，昨天也很重要。昨天是世界抗癌日，世界抗癌日的同时，台湾的环团到了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面去抗议，抗议什么呢？你给我们的你要的绿能呢，有多少呢？减碳呢？证据拿出来啊，都没有。那台湾的这个肺腺癌不断的往上走。那同一个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告诉大家说，肺腺癌是可以预防的。怎么预防？抽烟？不抽烟。空污啊，所以空污问题可以预防。那问题是你拿出证据来了没？你做了任何解决了没？我觉得为什么他会受不了鬼打墙？那么多个月来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你忍不住会想问说：你是真的想让他过关吗？你想要预算过关吗？还是你只是拿来当话题，当做年底的这个香骂本？你真的要旅游吗？你主要嘴巴都说要旅游啊，要中共先放。那你不放，你要旅游吗？你真的觉得大家你觉得大家真的认为你很在乎旅游跟观光吗？你都不在乎，你嘴巴硬要说在乎。我觉得不要骗大家了。我觉得民进党的说辞脱离现实太多，4个不变也是一样啊。你说今天川普明明在变了，你硬要说台美关系不变，你相信谁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你不会回到实务。你今天不断的那边打鬼打墙，但重点是你忽略掉的或者浪费掉的时间，是浪费掉一些民生该做的。不要讲什么打炸了啦，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防空物的事情，这个绿能的事情，太多事情都值得你去做了。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呢？这就像当时国民党主张发1万块，民进党反对，为什么？因为是你主张嘛。因为今天说给这个职业军人调薪。每个月增加1万5啦，本来以为是3万，是1万5，那一个月不过30亿嘛，你就是20万的职业军人，其实没有20万，15万都没有了，就算20万这个职业军人一个月多30万，一年不过300多亿啊，没有这个钱吗？你任性一边就是1兆2500亿国防预算从3000亿变6000亿变9000亿，为什么不给你通过？不是不能通过，这是蓝白提出来的，到时候这些20万职业军人感谢谁啊？感谢蓝白，怎么会感谢民进党？不能给你通过啊！但是民进党立刻提老人年金要加码，老农年金加码，为什么？我提的。民进党还怕什么哈？你现在职业军人给你加了，那护理师呢？每个月加1、2万，要不要加呢？对不对？那这个其他的公教人要加怎么办呢？民进党是怕变成一个骨牌，当蓝白可以提军人加薪以后，接着就可以提护理师加薪，就可以提公教人员加薪，就提劳工加薪。民进党受不了，所以这源头就让你切断，不给你加就是不给你加，宁愿总预算不过，我也不能让你加，其实就这样。否则通过还有什么了不起？刚刚讲说复委就好了，复委没有用，复委里面没有这笔预算，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是国会里面通过了要加薪，照理来说行政院应该要编进来，你没有编进来，那我复委之后是一个没有编进来的预算，立法院不能够加预算的，你知道吗？所以没有这个可以讨论，可以讨论。你们有要讨论吗？所以就说鬼打墙嘛。所以呢，蓝白应该问古立言，你反对我们的职业军人加薪吗？你反对吗？问他。就要再回来。
是现在关心新北市跟台中市，因为现任的侯友宜跟卢秀燕任满了啊，那会有新人出来。那昨天传出来哈，我们节目有讨论说呢，李四川说农历年前要辞台北市副市长，拼新北市长。那蒋万安还说，那我怎么办呢？你们都没考虑到我吗？哦，那结果李四川罕见用重话，李四川平常都蛮客气的，重话驳斥。没这个台戏，没这个事情，哦。不过呢，苏巧慧很积极哦，苏巧慧租的竞选办公室都是侯友宜上次大赢的竞选办公室，他觉得风水好啊。然后呢，这个苏巧慧推了第一波政见，哦，就是讲他的政绩，哇，这么多政绩啊，这个，所以呢，国民党支持者就很焦虑了，蓝营支持者很容易焦虑，怎么办呢？人家都已经跑了，我们人都还没有见到。说快看不到车尾灯了，说苏巧慧文宣都出来了哦，等等哈。那另外呢，黄国昌哦写春联叫做马力全开，因为属马嘛，一马平川。他说哦，川不是川博吗？不是李四川吗？哦，所以黄国昌说你们想太多了啦，什么叫平川啊？哦，没有要平啦，是王一川啦。那另外呢，联合报专访黄国昌，黄国昌说他有。虽然李四川是前辈，但是他有3点胜过李四川啊。那另外呢，那台中怎么办？台北、新北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郑丽文、侯友宜都说农历年前会决定。哦，那看起来呢，这个黄仁勋也大概农历年前会来跟新北签约，签那个市北那块地。但台中没消息啊，台中是怎样呢？哦。什么时候决定？没有说农历年之前没有啊。哦，听说要拖到3月。3月底。哦，听到3月。那郑丽文就说，现在台中两边都骂我，就是杨秋英那边也骂他，江启臣这边也骂他，表示我很公正哦，好吧？郑丽文说呢，台中人选近日应该有具体的共识了哦，其实共识都有了啦哦。那杨秋英说好，因为卢秀燕说事不宜迟啊，要赶快啊。但卢秀燕没权利啊，他只是台中市，然后卸任，他也没有提名权啊。杨秋英说：“我尊重每一位发言。”就国民的卢秀燕说：“事不宜迟，我尊重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就开始酸了，说：“你看台中减地只能争到现在还在争，我们台中早就已经决定了。”哦，杨秋英深夜回应：“我们不是对立，我们是接力，我们姐弟没有对立，我们要接力啊。”江启臣说：“好吧，等党中央通知了。”哦，到底什么时候初选呢？哦，那另外呢，说呢，黄国昌找郑丽文要谈，担心宜兰、新竹、彰化3个县担心哦，因为现在是国民党执政哦，哦，那将来会不会这个人权摆不平或拖啊等等哈？会怎么样？宜兰是有陈婉慧在那边哈，那新竹呢，因为看起来姐弟不，彰化看来姐弟哈，姐弟之间可能还没摆平，那新竹到底是谁？哦，要办初选，那如何办？我们看一下。那如果议价完成，当然我们就会签约，大概是最后一个最后的程序。14号之前，我们也会跟辉达正式来签约。辉达落脚北市最后一里路，副市长李四川再次主持会议，谈到进度，他老神在。不过传出一切尘埃落定后，李四川就会换上战袍，请辞战新北市长。让辉达落地在我们的北市科，大概是我最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好好的过年吧，不必谈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这个事。或许是怕被戴上落跑帽子，也或许是因为蓝营协调进度真的有些慢，让合作伙伴黄国昌都认为看不懂国民党到底想不想要赢，很担心宜兰县、新竹县跟彰化县会输，因为本来就已经不好选。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担心，那这些担心呢，我也有当面跟郑丽文主席表达，彰化没有道理不能够守下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县，风波能够早日的落幕。这个香龙怎么看？那川普可能就众望所归嘛，那剩下的就只是过场戏而已啦。对了，就是今天不管是在国民党内或者国民党外，以现在的民调看起来，以及以经历来看，以及形象来看，就是李四川不管是在评价、民调、经历各方面，一个候选人是3个条件都具备，其实不多。他有经历，
同时呢，在总体施政的评价很好，民调呢又很高，这种呢其实候选人很难打，而且他又没有那种的一般的高在上的感觉。你看川博呢从政那么，但是土味非常重啊。就是这种的特质的候选人呢是很难打，所以剩下的就是时间点。那我认为李四川因为他有限制，以新北市的选举的环境来讲，再拖个1-2个月，对于选情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妨碍。选举有好几种的逻辑，像李四川的这种的李四川的这种的情况，要避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换句话说呢，晚一点启动，因为它的立足点呢是比较高的，晚一点启动呢并没有呢太大的伤害。接下去剩下的只是说蓝白之间要怎么去处理，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让老百姓最后去弃保。我觉得可能反而是比较好的方式，对彼此之间呢不会呢造成协调上面的没有必要的摩擦。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可以把视线先从新北市挪开。我认为新北市的问题不大，虽然它是蓝白合作的指标区，问题不大，但是国民党必须要去把其他的几个县市，譬如说刚刚谈到的像彰化，这个呢是个问题。彰化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国民党会被检讨的非常的厉害，即使他不是6都，可是郑丽文也一定会被检讨的非常厉害，因为这很明显的呢是党内协调机制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什么弃保了，搞到弃保谁也没有把握。我觉得，而且黄国昌也讲了嘛，他说不会有三卡都，他自己说了。那黄国昌之前很客气来跟我讨论的时候，他到我办公室来，他也说只要有机制是公平的，愿赌服输。就看机制嘛，所以我觉得既然机制摆那个地方，那就按照机制走。所谓机制就是国民党机制了，先国民党人出来，假定说这个李四川，然后再来李四川跟黄国昌看怎么样，用民调啦，或是用什么方式公开不公开，反正总有一个机制嘛。那按照这个机制，大概就没问题的了。不过对了，就是说彰化目前看起来，彰化跟新竹县，我今天中午访了那个许欣莹，我觉得新竹县的问题，坦白说还蛮大的。他因为今天跟明天是领表嘛，那接下来是登记嘛他到今天为止还不愿意松口说他要不要去领表，而且他讲了，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呢，他还是不接受这个73制，就是70%的这个全民调，那30%党员，他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先前的刚刚辞职的那个就是陈建贤就是这个党部主委球员兼裁判。所以他觉得一路的不公平下去，所以他甚至觉得说那就开放好了。所以开放就是变成说，刚才这个向荣讲新北市三卡都，我觉得新北市不至于走到那边，但新竹县听起来他是宁愿三卡都，就是他跟陈建贤都下去选，然后的话呢，再跟民进党不晓得是不是郑朝方，然后他说到目前为止他的民调呢都算是，就算3个人出来的话，他还算是领先，他觉得他有把握，到最后是搞弃保。但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民调，其实他的领先并不多，因为郑朝方坦白说他年纪轻，然后呢形象还不错，然后又是一个创作歌手，还出过专辑就是年轻人还挺喜欢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竹县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反而是真的还蛮伤脑筋，而且双方就是国民党的内部双方在还没有出选之前就已经搞到双方呢相互批评，几乎水火不容。我觉得就算说最后整合，都难免留下伤痕，那更不用说彰化。我觉得我坦白说我这样的旁边这样的看，我们都不见得是国民党的，看了以后有这样的家人还需要敌人吗？你真的觉得这个姐弟相残需要到这种地步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有没有人选的问题了。我觉得新竹县跟彰化县都有一个危机存在，就是他们已经会伤到国民党的形象。因为你今天细点，你去开箱那个什么豪宅，那真的是你觉得这个豪宅的程度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可以到这么的有钱，你觉得一般人不会去怀疑吗？为什么你会那么有钱呢？而且不但有钱还嚣张。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坦白讲我就说国民党中央，当然国民党中央现在郑丽文也很忙很多事情，然后李乾隆也在那边瞧，然后又有两岸的事情，但是其实基层也有觉得说，是不是党内这个在选举部分的事情应该先处理，因为放久了夜长梦多，就算有人到最后的话整合也不见得会成功，可能会留下伤痕。但坦白说我也觉得就是说很多选举到最终是看最后三个月啦，甚至最后1个月，所以前面的纷纷扰扰未必会是重要，但是如果这个纷扰留下伤痕，
留下彼此之间的心结，那我觉得问题就大了。纷扰是一定会有，只是怎么解决这个纷扰，这个纷扰最后怎么解决的，这蛮重要的。那就。这徐信义委员好像对于那个游戏规则他没有搞清楚吧？就说一旦这个协商破裂的话呢，然后进入到这个初选的游戏规则的时候，它就是7-3。是啊，这个是去年这个党中央就已经通过办法了，他不愿意接受嘛。所以就说我就说徐信义委员没有搞清楚啦，他有点搞错了，就是不知道。没有弄清楚相关的规定啦，所以就有点可惜。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要照制度走的话，就是只有这样子走下去。我觉得蓝轩刚才讲的很对啦，因为基层呢都非常的担心，特别是一些的指标的县市啊，这个新北市呢，其实确实就是如香龙所说的，就不用担心啦，他那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且之前的时候，郑丽文还有李乾龙，就主席跟这个秘书长也都有提到，应该很快哈就会有一个答案。那台中市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杨琼英委员也觉得他有胜的机会啊，然后基层的支持者也有些期待，应该很快也会就是很快他也会签那个协议啊，那双方就进入初选啊，只是时程呢恐怕呢就没有办法在过年前完成啦。其实过去的县市长的提名呢都没有那么的早，因为这次呢是这次是民进党比较早发动哈，所以就让这个国民党这边的基层支持者有一点急。其实以前大概都是到6月。6月、5、6月、7月的时候才决定人选，主要的考量是因为呢，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呢执政的县市也比较多嘛哈，那你这么快的进入选战模式的话，对于现任的这个执政者来讲的话，他们不想要这么快的卷入到这个选举模式。那民进党因为大部分他们都不是他们执政啊，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完成了提名之后，让他们地方去跑。我想大家就是要保持一点点耐心啦，然后该加快的还是会加快。那郑丽文讲那个说大家都骂我，表示我很公正，他就是把压力通通吸到自己身上来了嘛，对啊。接下来再回来。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说因为涉诈领助理费。他说出席民进党联政会，他说我也许有错，但是罪不至死。这个大家要相信我的清白，我绝对没有贪污啊。但是因为现在被停权2年6个月，那会不会脱党参选？陈怡君说不希望从我嘴里说出，那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呢？那是从别人嘴里说出吗？那另外呢，因为他一审有罪，所以恐怕被停权。但是他还登记选台北市议员，他说：“你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民进党宝宝。”那另外呢，那民进党市党部是说呢，他不符合参选资格，要推荐。没有办法那因为他已经被停权2年多了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昨天带了3个小鸡去登记选议员所以呢，民进党议员的这个初选开始启动了。尤其高嘉瑜也去登记，刚好跟王世坚楼上楼下。高嘉瑜就等王世坚，王世坚就高嘉瑜说：“坚哥嘞，坚哥嘞。”王世坚没有要见他。王世坚说：“你选什么议员？选市长了。你市大体就选市长，你自己不选市长，你叫高嘉瑜选市长那另外呢，所以呢，民进党在台北跟桃园的提名卡关了。当然讲县长、市长了，基层担心说呢，可能不会赢。陷入这样的情绪。事实上，台北蒋万安县是很强，这个桃园张善政也很强，所以不容易的。就是说，其实说起来道理很简单，我一再讲，现任者没有对手的，现任者的对手是他自己，现任者是跟他自己的记录在竞选，不是跟对手竞选。你如果做不好，你就完了；你做得好，所向无敌，怕谁啊？看一下。我也希望说，请民进党不要放开我的手。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讲到哽咽，4号晚间亲自出席联政会，说明助理费案，因为结果将决定是否处分、停权，甚至开除党籍。看我的脸就知道，说我就是长得像民进党的脸哦。我确实是使用在公务，陈怡君不会贪这些钱呐，所以我真的拜托大家相信我的清白。
我或许是有错，但是我罪不至死。最后我们做出的是停权2年6个月，上诉会不会有机会，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至少陈议员他是态度非常好，心中早已有答案。陈军仍出席说明，强调自己是清白的。来，宇翔怎么看？因为民进党的制度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任何的候选人或者要参选的公职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只要一审有被判刑判罪，这个是已经很明确的，就是说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判决，那基本上民进党的廉政会就会予以停权。那陈怡君议员他是现任的议员，那他现在要追求他的第3次的连任，但在连任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官司的问题，而且合并被判刑7年10个月，那基本上是一个蛮重的罪。原本民主进步党的中央党部是要对他停权3年，那后来是因为他说要去陈述意见，所以后来把这一个停权的时间改为2年6个月，所以基本上他现在就是停权了。所以外界有人讲说他有去登记，其实他没有去登记，他是去领表。领表的时候是任何党员都可以去领表，因为民进党从这个礼拜3开始，我们是进行这个6都的县市议员的一个登记。那现在当然他去领表，领了表之后，廉政会这边也公布了他的停权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所以后续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去登记参选议员。但对民进党的整个这个支持者来说，任何人只要脱党参选，基本上我只要看过的啦，所有的历史上的数据，脱党参选的下场都不会太好，所以基本上还是呼吁这个陈怡君议员要三思。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因为现在看起来李四川好像老神在在，那他今天也讲说，这个他不会在农历年前在台北市这边辞掉副市长的职务。但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新北市现在当然是一个全国最大的这个县市，而且苏巧慧立委也非常认真的在跑，那包括基层的各个组织都非常密切的在拜访。那所以国民党今天如果说李四川时间要拖慢一点，基本上个人是非常乐观的，也很期待他最好是拖到这个11月要参选的时候，他再公布说他要辞掉副市长，这样是最好的。那黄国昌当然在新北市也不断的在勤跑基层，那现在也把他的办公室都成立了，但是最后到底会不会杀卡都？现在看起来黄国昌越选越真。如果说李四川出场的时间拖得越久，当然黄国昌存活的机会会越大。好吧，刚刚讲这个陈怡君台北市议员真的一审被判了7年10个月，褫夺公权5年是蛮重的来，至于。其实刚刚特别讲到李四川川博，我觉得四川这个副市长他其实在新北的历练大家都有目共睹在那几年的期间，他了解新北，而他更可以在台北市签约下辉达，把辉达这件事情好的完成。我相信这个是对他接下来不管要去哪个地方都是最好的一个展现一个政绩的展现。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台北市的民调里面，大家都会在讲说，所以国民党的提名怎么样？可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事情，提名为什么会觉得好像人很多，好像会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其实是因为人才济济啊，真的是因为有人，所以才会有需要来这个选择，需要来有一个制度嘛。可是你看，像民进党，他们即便台南跟高雄有人，可是他们都是杀得刀刀见骨。到现在，即便初选制度出来了，那真的邱意莹会完全支持赖月荣吗？林俊宪又完全支持陈亭妃吗？无从而知。可是我们看到北部，民进党自己连人都提不出来，台北的人选在哪里？桃园的人选在哪里？那你更不要说你基隆，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台北整个北部地区，他们都找不到人啊，没有人愿意出来啊。那到底是因为没有人，还是说大家根本不敢？那他们提到了王世坚为什么大家觉得 OK？ 可能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族群里面好像还不错。可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蒋万安也是大赢王世坚，蒋万安获得60% 的支持，王世坚有27%，其中里面20到29岁的年轻人。有54%，比去年还要多了23个百分点支持蒋万安。那当时大家觉得王世坚 OK 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可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嘛？因为他有梗，好笑嘛，抖音上面、TikTok 上面很有趣嘛。
可是没有啊，大家看的是政绩，大家看的是内容，大家看的是你有没有料，你有没有能够真的为市民来服务。那我们看到蒋万安市长在任内改了交通改革，班班有鲜奶，照顾了教育福利，现在呢辉达的落地，以及有无烟的城市，这一些都是民众非常有感的政绩，所以当然获得大家的支持。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不管是派王世坚，不管是派郑丽君来，可能都没有用，因为真正在拜票的就是坐在总统府里面的赖清德，就是坐在总统府里面不断想要抗中保台的赖清德，就连拉布布这种国际知名的 IP 都可以想要来用抗中保台的方式说啊，你们这个是要来进行文化的统战。我的天哪，年轻人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继续这样拜票。我们相信蒋万安只要拿出实质政绩，就会做得稳。不过民进党让我是很惊讶了啊，因为我一直都看到民进党从党外一路这样走过来啊。以前最早的时候，县市长哪有民进党的份，哪有党的外的份，包括农业县份都是国民党的。但是民进党就去选，就算选不上我也选哦，利用选举来讲我的政见哦，利用选举来造势。很多县市开始只有3%选县长，5%但是我就是下去选，然后这次5%，下次10%，下次15%，啊，下次20%，哇！经过很多次选举，让他当选了，那就是一个在野党、一个反对党的精神嘛。那现在非要当选才来登记，非要当选来选，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就是我就是来选，我就算选不上我也选，我要讲我的政见，我要讲我的主张，我要讲执政党什么地方做不好。怎么今天变成这样子？这让我觉得很惊讶。照理讲，你民进党对不对？现在在中央你当然执政，在地方很多地方你没有执政嘛，没有执政当然要拼啊，执政都没有缺点啊，都没有地方可以批评啊，我才不相信呢，怎么都没有人出来选呢？这很奇怪。继续再回来。好，那么之前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因为被批评了滥用公务车，结果现在呢又复出了，担任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兼主席室的特别助理所以又复出了那所以呢，监委私下用公务车为自己的私务不是公务，只有道歉，也没什么处罚，所以轻轻放下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就说这叫官官相护，民进党新的党团总召陈金龙官官相护，而且呢只有书面道歉，这算什么那另外呢，李俊毅现在当了赖清德特助，那新北的议员说就很难期待民进党有廉耻的，你可以接受吗？林国春这样的这个评论另外呢，因为之前有陈佑兴，现在有林聪贤，都变成被人家讲是肥猫，一个接一个。民众党说赖清德政府呢，这是要酬庸国家的队，这叫酬庸国家队，但是酬庸的，全台遍地开花，到处都有那另外呢，联合报黑白记也说，肥猫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看一下，监察院这一次的作为，只是再度的印证了台湾人民对监察院的印象，官官相护，废物院。去年在办追加预算的时候，监察院说给我们一点钱运作，我们会好好运作，做出来的结果，我必须要老实讲，真的让人看了不晓得该哭还是该笑。台湾民众党对于监察院的预算立场非常清楚，3到0元，3到0元，1块钱都不留。来，蓝轩。我觉得这个李俊毅这个付出的话，我相信对于民进党内的话呢，当然觉得这个李俊毅可能浪费了他这个人的这个才能等等。但关键在于说他付出，你说付出别的位置就罢了，他付出是赖清德的特助，我觉得他凸显出来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赖清德是他这边是党主席，他也是总统，代表你总统对于一个监察院的秘书长滥用公帑、滥用公务车一点都不在乎，你觉得没关系？所以呢，你觉得这个根本都不构成，都不要讲什么犯罪了，根本不构成瑕疵，所以你一样的把他重用他，而且重用把他拉到身边当他的特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他，那你会疑惑说，还会去讨论说这个那么多的一些公职随便给吗？
那酬金就变成说理所当然了，因为对他来说，拿公务车拿去做私用，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拿这个国家之名气给这些民进党人去分赃，刚刚好而已，不是吗？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李俊毅之外，我觉得那个林聪贤实在是太夸张了，他看起来才华洋溢。他是不是从宜兰县长到农委会主委，然后到那个什么农产公司的董事长，那现在后来还可以去药厂当独立董事，那现在又可以到兆丰资产管理公司当董事长。哎，金融这件事情需要专业的，他竟然可以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我真的觉得实在是不世出的奇才，他应该要选总统才对。他如此的这个对于所有事情那种全面性的关注，有点太夸张了。所以更不用讲这个陈佑兴，我相信大家就谈很多了，只是说他的例子要一拿出来讲，大家都觉得实在太夸张。就是一个农会总干事，当然我觉得农会总干事也很认真，也很重要，但是你得要一步一步走嘛。就28岁当了农会总干事，结果跳几级，只因为他的爸爸、他的公公。棒赖清德当初在台南市辅选有功，突然之间呢就可以这样子3级跳到台肥，我觉得他比吴怡宁还夸张，因为800万的年薪，你说吴怡宁好歹后来中间也历经过什么小英的一些什么栽培啦什么的去台肥。不也很夸张了哈，但是就是所以叫做高级实习生嘛。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陈佑兴自己说，哇，这代表的是这个可以年轻人可以被不刺拔擢。我真的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就到了你滥用公帑也好，你滥用国家名气也好，都已经无所谓了，就是民进党的文化。玉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党主席赖清德跟总统他的一个职权啦，所以他要去任用谁，当然这个党主席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只是我觉得当国民党不断的在批评民进党的用人的时候，那我们也要看啊，那今天中国国民党会不会提名这个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到时候陈崇文现在脚上还戴着电子脚链，那未来他要挂国民党去选台北市议员，像这样子的人，包括拿那个助理费去缴玛莎拉蒂贷款的严宽恒。包括谢点林，他最近一直在开箱他们的豪宅，他那个豪宅怎么来的？那台糖的土地，那这个土地里面可以盖一个这个一凤百货。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大家要这样子去扯的话，比不完啊。只是说，我觉得有很多人当然他会有犯错，可是他在犯错过后，那他的表现。在民进党来讲，基本上都是把这个职务给辞掉，像李俊毅也是他的这个监委的部分就直接赶快就去辞掉。那现在他当的还是主席的特助，这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幕僚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了。所以我觉得外界还是观察他的未来的表现啊，不要去针对一个人他个人的这个状况，然后不断的去抹黑造谣等等的，我觉得这对社会没有帮助。我觉得刚刚宇翔特别讲到这个好像国民党这边用人也有问题但我觉得完全不是，这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罗启完全不正确。请问台北董事长，我们可以用选票来决定要不要投给陈崇文，要不要投给你刚所谓的那一些人，但是请问台北董事长，纳税人可以自己选择吗？没有办法啊。那我想请问，这样子的用人，大家可以接受吗？我们的纳税钱要用在这样的方式上面啊？那我看到这个李俊毅他是因为滥用公务车，浪费纳税人的钱，带爱宠去做美容，然后现在呢，民进党现在是资源回收专家了是不是？又要把这个人回收到党内，然后去当这个政策副执行长。然后主席的特助，那赖清德坐车可能要小心喽，他的坐车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在一些宠物美容院外面哦。那你的政策到底是要研究什么呢？是要研究怎么带爱宠去旅游或者去洗澡吗？这些事情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办法类比，民众也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用人里面看出赖清德的个性，他就是用人为亲。那他用人为亲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是他没有人用，因为他没有人用，所以他只能用同样一群人不断的回收再回收，而这个展现出来就是他无法达成在他们党内的派系共治，而进而埋下他接下来26年跟28年的因果。这个李俊毅呢，搞不好自己还是觉得有点委屈，因为他也只不过担任民进党政策会的副执行长而已啊。李俊毅因为他的父亲那再加上他们在民进党内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的，而且也有相当的代表性。到目前为止呢，他们都认为在这个监察院的公务车的这件事情上面是被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李俊毅来讲，这也不过就是给他一点点相称的职务。至于陈佑兴和这个林聪贤，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治任命呢的目的呢，就在于今年的辅选啦，还是要去完成这个辅选的任务，跟他们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其中选举要赢都很难，所以对民进党来讲，今年本来就很难赢。在很难赢的情况之下，内外的形势对民进党